现在根据市面上最终的说法 ，iPhone 12系列发布可能继续会使用刘海的方案。尽管早前有爆料 iPhone 12系列会发生变化，刘海被移除了，但现在更多消息显示，苹果公司继续保留刘海的设计可能性更大，并且刘海会变得更小。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些泄露。现在有媒体提出，苹果公司可能会因为当前全球事件 ，iPhone 12系列会被推迟发布，但新设备的功能和设计仍然继续，并且泄露不断流出。现在更多的爆料指出 ，iPhone 12系列里还继续提供刘海设计。根据泄露图像可以看到，该系列产品仍然提供刘海，但要注意的是，刘海区域大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iPhone 12系列的缺口可能比其前身的缺口小1/3，缺口变小了，但苹果公司要做的是继续将所有的传感器件塞进这个刘海的位置里，同样使用 Face ID 解锁。这差异并不是很大，但为了实现更小的刘海尺寸，苹果还将扬声器移至了边框中，在泄露图像中可见，这样就可以为 Face ID 传感器留出更多的空间，并且麦克风也可能集成到扬声器的格栅中。当然，该泄露和早前一样，这只是一些传闻，并不是官方消息。此外，以来自早前的传闻分析，苹果公司可能会放弃这一缺口，而采用与 iPad Pro 相似设计。边框虽然没有之前那么窄，但厚度足以容纳前置摄像头和其他传感器。除了以上的说法外，最新的消息还有来自彭博社媒体报道。报告中提到，在 iPhone 12系列中会降临4款新 iPhone 机型，并且至少有2款 iPhone 将其采用经过重新设计方案，它们带有扁平的边框机身，这其实延续了 iPad Pro 的设计风格。侧边为扁平边框，视角出现了更多的圆角。机身正面 Face ID 缺口的大小预计也将在今年缩小。该媒体预计 iPhone 12和新的 HomePod 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推出。正常情况下 ，iPhone 12系列应于9月份内发布。关于 iPhone 12系列，郭明池也认为，2020款 iPhone 它采用了 iPad Pro 的侧面设计，他引用了 iPhone 4作为灵感，并表示预计将有4款新机亮相，屏幕尺寸最大为 6.7 英寸。关于刘海缺口的变化，郭明池没有明确的详细表示。来自供应链爆料 ，iPhone 12系列首先机身将比 iPhone 11系列更薄。iPhone 12系列整体厚度为 7.4 毫米，比 iPhone 11 Pro Max 薄约 10%。iPhone 11 Pro Max 的厚度则为 8.1 毫米。在背面的后置镜头上 ，iPhone 12机型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相机技术。从本质上讲，苹果公司正在计划生产2部配备双摄像头系统的 iPhone 和2部配备4摄像头系统的 iPhone。至少 5.4 英寸的 iPhone 12背面将配备2颗摄像头，这可能包括超广角和广角镜头。在低端的 6.1 英寸 iPhone 12上，预期将具有相同的配置。在 iPhone 12的另外2个变体中，可能存在4个镜头传感器，除了广角镜头、超广角镜头和远摄镜头外，该产品还将配备 LiDAR 传感器，与 iPad Pro 2.20 款那颗镜头相似。LiDAR 传感器可以在一些应用中提供更高的精度，以来增强现实。现在该泄露图像来源于 iOS 14系统文件，并且此泄露更真实准确。好了，今天内容就这么多，欢迎关注、点赞和留言互动，下期内容我们再见。